第24天，分享給朋友你的學習成果，讓思考更清晰。第24天的任務確實讓許多內向或偏好獨立的投資者感到不解。為什麼我需要分享？這不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嗎？這是因為這一步的目的並非社交，而是一種極其強大的認知強化工具。請容許我為您揭示背後的深層邏輯。費曼學習法實戰，透過分享固化你的投資體系。小程看着第24天的任務，分享給朋友你的學習成果，他感到十分猶豫。這有點尷尬，而且我的投資策略幹嘛要讓別人知道？但他回想起自己學習游泳的經驗，他看了很多教學影片輸入，但直到他試圖向一個完全不會的朋友解釋如何換切，如何手腳協調輸出時，他才發現自己以為懂得的地方其實存在模糊地帶。重要的心法是，教是最好的學。當你試圖向他人清楚地闡述一個概念時，你的大腦會被迫对知識進行更深层的加工、組織與簡化，這能幫你發現邏輯漏洞，並將知識真正內化。具體方法，請執行一次非勸誘式的分享。分享的目的不是炫耀或拉人投資，而是為了釐清自己的想法。傾聽者是你的一面鏡子，這也是你的紀律。小程的教學是分享實戰，他選擇了一位關係很好，也對理財有興趣，但完全是新手的朋友小文作為他的鏡子。他的分享提綱：一、從頭開始。小文，我最近在學存股，不是炒短線那種。我發現第一步超重要，不是選股，而是先問自己為什麼要存股。我寫下了我的目標是20年累積1500萬資產，這成了我的北極星。在說出口的瞬間，他再次強化了自己目標的正当性與重要性。二、解釋核心概念。然後我學到了核心卫星配置，就是把大部分錢放在像0050這種跟住整個市場走的航空母艦上求穩，小部分錢再去買像00878這種高股息的驅逐艦來增強現金流入。他發現自己必須用航空母艦、驅逐艦這樣生動的比喻，對方才能聽懂，這讓他自己對策略的理解也更形象化了。三、展示決策過程。我買进不是看心情哦，我有一張原則表，比如股價跌超過7%，我才會動用預備金加碼。我還模擬過，如果股價跌10%，配息也減少該怎麼辦？在解釋給朋友聽的過程中，他發現自己對再平衡的細節還有點模糊，這成了他待會兒要立刻去搞懂的重點。四、分享最酷的發現。最讓我震撼的是零成本的概念。我算過了，如果我一直堅持，大概15年後，我領到的股息總和就能超過我投入的所有本金。之後我持有的股票就等於是市场免費送我的，產生的每一分錢股息都是純利潤。看到朋友驚訝的表情，他自己也再次被這個夢想點燃了熱情。五、分享後的收穫。小文的回饋聽起來好複雜，但很有系統。不過你說的收益率和報酬率好像不一樣，我一直以為是一樣的。小程的頓悟啊，這是一個關鍵點。他立刻意識到，這是他之前沒有徹底釐清的概念。他花了10分鐘，用成本和市值的例子向小文解釋了兩者的差異。六、最終成果。在幫小文掃盲的同時，小程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知識的深度鞏固與查漏補缺。那個關於收益率與報酬率的疑問，因為這次分享在他腦中變得無比清晰。這次看似奇怪的分享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他被迫將知識用簡單語言說出來的過程，是最有效率的學習方法。從模糊理解到清晰阐釋，傾聽者的疑問像一盞探照燈，能精準地照出你自己知識體系中不牢固的地方，讓你發現知識的斷層。大聲說出自己的計劃和目標，是一種公開的承諾，這會大大增強你執行計劃的內在驅動力，強化了信念。他決定，未來每當他學習到一個新的重要的投資概念後，他都會在腦海裡或實際上扮演一次老師，嘗試把它交給一個小白。這將成為他檢驗自己是否真正學懂的唯一標準。分享可以把它當成一種整理思維、
驗證理解，讓觀念更扎實的方法。下面解釋最實用的做法清單。1. 用一句話說出核心概念，強迫自己抓重點。例如，你最近學到的，存股靠的是現金流，不是股價漲跌。市场在動，心不亂，回到我的原則。一句話版本可以讓朋友听得懂，也讓自己更清晰。2. 做成一張簡單的心法卡片分享，例如存股3要素：好公司、好價格、好心態。鼓勵再投入，讓未來的現金流替你工作。加碼前問3件事：公司、價格、情緒。圖片卡片或3行文字都可以，越簡短越能看見自己的理解是否扎實。3. 分享給朋友前，先問自己3个問題，這會讓你的思考更前進。例如，我真正想分享的重點是什麼？不是資訊，而是概念。如果朋友問為什麼，我能回答嗎？我自己也能做到嗎？如果不能，是哪部分卡住？這個自問是最強的深度思考方式。4. 聽朋友的反饋，反向檢查自己的盲點。朋友可能會問，為什麼不用定期定額 ETF？ 為什麼要看現金流，而不是看 EPS？ 股票跌10%，真的要加碼嗎？每一個問題都能暴露你沒意識到的盲點，積極在強化你的投資原則。5. 分享不是教他人，是教會自己。最重要的正確認知，分享就是整理，教人就是強迫自己看得更多，反饋就是修正自己的認知。真正的目的不是讓朋友變厲害，而是讓你自己把投資理念更看清楚，守住紀律，不被市場情緒牽着走。給您的核心啟發與祝福，您的問題直指核心，所有外在行動都應付內在建設。請記住，投資的最高境界是建立一套內洽的屬於你自己的邏輯體系，而分享是打磨這套體系最鋒利的銼刀。您不需要說服任何人，您只需要借着他人的提問來說服和澄清自己。祝福您透過這樣高效的輸出式學習，讓您的投資認知再無模糊地帶，每一個決策都源於磐石般的理解與信念。第24天，晚這一天，小程透過一次分享，為自己的投資知識大廈進行了一次完美的壓力測試。